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胃痛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，喜欢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，还有饮酒、生冷的食物，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。胃酸过多，胃黏膜受到刺激，位于黏膜下的植物神经被刺激到，就会表现出胃痛。胃痛的范围一般比较大，位置也不固定。如果老是反复的胃痛，那就要及时去医院检查，遵医嘱治疗。平时在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，3餐要按时进行，避免暴饮暴食，避免过度饥饿。下面向大家分享2个穴位，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胃痛。这2个穴位就是胃经上的梁丘，脾经上的公孙。下面带大家找这2个穴位。梁丘在大腿前面，梁丘在髌底上2寸。我们把腿用力绷直，在膝盖骨外缘上方可以摸到一个凹陷，这个凹陷的终点就是梁丘穴。按中穴位会有明显的酸胀痛感。找到位置，用拇指指腹点揉，每次5到10分钟，然后再做另外一边。梁丘穴是足阳明胃经的细穴，细穴的特点是善于应对各种急性问题。本穴的特征是囤积的胃经水液，好像胃经的水库，点揉穴位就像水库开闸放水，能最快的调节胃经气血的有余和不足状态，所以可以很好的调节胃酸，减轻胃痛。下面找公孙穴。公孙穴在我们足内侧，在第1趾骨基底部的前下方。我们在这里往后用手推，可以摸到一个弓形骨，在弓形骨前段下缘可以摸到一凹陷，按压有酸胀感明显的地方就是公孙穴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用拇指或食指指腹反复揉按公孙穴5到10分钟，稍有疼痛感即可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公孙为足太阴脾经腧穴，络穴，又为8脉交汇穴之一，通于冲脉，同时入腹络于肠胃。所以实证的胃肠道疼痛可以用公孙穴辅助。以上2个穴位搭配使用，可以解经止痛，健脾和胃。有胃痛的可以用这2个穴位做日常的保健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脾气虚弱可能会带来中气下陷，就是腹部有重坠感，吃的东西越多，重坠感越加重，还有大便频繁。针对这些表现，大家都听过补中益气丸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补中益气丸。很多人因为身体虚不受补而导致气滞。如果身体到了虚不受补的情况，可以用我们身体上自带的补中益气丸。由于我们的穴位是双向调节的，能够补而不滞。我们自带的补中益气丸由4个穴位组成，下面大家跟我找一下。第1个穴位百会，它在头顶正中线和两耳间连线的交点，就在这里。第2个穴位
气海在下腹部前正中线下，当脐中，这里是肚脐，脐中下1.5寸就是2行指，就在这里。第3个穴位足三里，它在外膝眼直下3寸，胫骨旁开1横指，就在这里。第4个穴位三阴交，它在内踝尖直下3寸，胫骨后缘，就在这里。好，找到这4个穴位，每个穴位点油5分钟，这样一起使用就有补中益气丸的作用。脾气虚弱、中气下陷的，每日2次，要长期坚持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中医养生认为，双手拇指根部就是大鱼际处，脉血丰富，经常合掌摩擦，有保健像呼吸道的功能，可以提高心肺循环，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。常常刺激大鱼际，能帮助疏通经脉，清肺热、清肠热、化肠燥。所以我们平时有空可以多做摩擦大鱼际，尤其是现在秋天，刺激大鱼际也是一个很好的养肺的好方法。具体的做法是：一、正面摩擦，就是掌心相对摩擦大鱼际的位置。第2个，侧面摩擦，就是摩擦我们鱼际穴的位置，掌心向下，就这样摩擦。以上动作每次做5到10分钟，有空就可以多做。有肺热、凌晨3点有早醒、大肠积热的人，更要坚持做，要多做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现在用眼过度的人多到数不过来，从中医养生的角度，要护眼，先得护肝，所以但凡是眼睛的问题，都要坚持养肝。上面向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养肝养眼的保健方法。用眼过度、眼睛干涩、视觉疲劳的人要多做。下面大家跟我找找这个叫目穴的经外奇穴。这个穴位在我们手掌上，掌面食指第1节中央偏内侧有3个点，这是1个点、2个点、3个点，这3个点就是目穴。好，找到位置，我们用点按的方法，每个点点按1分钟，也就是点按3分钟为1次，一天可以做多次。左右的目穴都要做。好，但凡肝火旺、脾气燥、肝血不足导致眼睛失养带来的眼睛干涩、用眼疲劳、视觉模糊的问题，都要多点按这个目穴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喜欢养生的人都知道，现在的节气养生的重点是肺脏。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秋燥的影响下处于咳喘的状态，尤其是肺气不足的人更容易久咳。
这个时候遵医嘱的同时，保健的话，当然要多吃润肺、清肺的食物，比如百合、胡萝卜、柑橘、甘蔗等等。对于肺脏虚弱、反复咳嗽的人，可以加上一个经外奇穴，做日常的保健。这个穴位就是定犬穴。定犬穴的准确位置，定犬穴位于背部。我们找这个穴位，先低头，可以摸到最突出的那块骨，这个就是第七颈椎棘突。在下面的凹陷处，盘开0.5寸，也就是半个手指这样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我们力度适中的点揉，左右穴各点3到5分钟。这个穴位叫定犬穴，顾名思义，这个穴位的主要作用就是止咳平喘。对于肺脏虚弱、容易咳喘、反复咳嗽的人，可以多点按这个穴位，最好每日点揉3到5次，每次3到5分钟。如果你会艾灸，也可以对穴位做悬灸，每次15分钟即可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